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说你刚刚接触加密货币，那你会怎么做？你想大赚一笔，但是你手上的话可能只有1000块钱。那作为新手的话，有很多错误的市场思维。所以说今天的视频我想和你聊一聊这些问题，告诉你，如果说我现在重新进入币圈，那手上的话只有1000块钱。那这1000块钱我要买哪些加密货币？我会怎么做？好了，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首先第一步的话，你肯定要抽一部分的时间来学习，来了解币圈这个行业，了解加密货币。首先我们必须要自我教育，了解关于比特币的一些知识，了解一些顶级的加密货币，至少了解一些区块链的基本知识，代币在哪些地方有哪些山寨币，怎么使用加密货币，钱包之类的等等。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有很多新东西你都需要进行学习，你必须要花点时间去实操。你可能会经常看到哪个币价格要涨了，我可能会错过机会，但是实际情况是市场总会有调整，总有新的机会。市面上有很多资源，你可以进行学习一些优秀的博客，一些优秀相关的频道。另外的话，就是在推特上面，比如说你搜一下比特币 BTC， 或者搜一下加密货币，在这里建议大家用英文搜索因为中文领域的咨询的话没有国外的多，而且中文领域有很多资讯都是骗人的，所以大家在推特上面搜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搜英文来进行了解新的关于加密货币的知识。在推特上面的话，你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关于加密货币的最新动态，而且也是免费的。 OK，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假如说你手上现在有闲钱，想拿1000块钱来投资，那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投100块钱来买这个比特币。那为什么呢？因为比特币是现在所有加密货币中最重要的一个数字资产，它也是你投入这个100块钱来买比特币，并不是为了你以后可以翻倍成200块，而是为了你拥有比特币，稍微占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字资产，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当你买了100块钱比特币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它，了解它，学习更多关于它的知识。这个就是我们买100块钱比特币的原因。当你拥有了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才会花点时间认真去认识它。那给自己买一点比特币，就100块钱嘛，也不用太多，因为这100块钱的比特币也不会让你发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难道不应该买点其他的币吗？比如说以太坊，又或者说是 XRP 瑞波币。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那我觉得话你不需要买这些，它们不一样。因为比特币的话在加密货币里面是一个独特的资产，而我们投资的1000块钱去买加密货币，目标可能是翻几倍10倍。如果说你不能把1000块钱变成几千，全部买成了这种比较稳定的币的话，你在短期内很难获得一个比较高的回报。那接下来我们还剩900块钱，那这900块钱的话我们怎么花呢？那这里有个网站叫 CoinMarket， 它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来到这个网站以后呢，如果大家对英文不怎么熟悉，可以像在强哥这里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点一下它就会出现一个中英文对照表这样我们看起来就比较友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风险投资我们剩下的900块钱我们该怎么花？我觉得话可以投资到冥币上面，也就是山寨币上面。投资山寨币的话有几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呢，可能会让你全部赔光，你投入的呢可能全部归零，也就是玩 Big 的彩票
投资那些市值10000美元的新币中啊，就像买彩票一样，也许你会中大奖，把100块钱变成10万，变成100万。但是这个梦想呢，大家都想这么做，但更可能的是你会全部赔光，因为99.9%的人在这些平台上都是这样操作的，他们会把钱全部赔光。而如果你再找一些可能有很大潜力的山寨币，涨幅达到10倍以上，但风险相对较低的，那在CoinMarket 上面的话，我们点击这个顶部，这里有分类，这里有迷因币。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可以找到很多市值在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的一些山寨币，或者到 CoinGecko 上面也可以找得到。我们可以在上面找到，比如说基于 Base 的迷因币的话，那里面有非常多啊，比如说 Bret、Digen 等等，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买这些迷因币啊，这只是举个例而已。但是这些币的话，确实是有一些不错的风险的回报币啊。这些币的话，而且还是没有消失的，依然存在市场上面。另外的话，这些稍微有点市值的迷因币的话，他们还有社区的支持呀，很多交易所都可以进行交易买卖的啊。比如说你可以在币安或者欧易上面的话，都可以买得到啊。币安跟欧易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的一个交易平台，我会帮它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有些币的话可能就有10倍或者20倍的涨幅度，当然的话你可能不想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迷因币上，你可以分散到4、5个，那我觉得也不要太多。比如说你用10块钱去买30个迷因币，那也没有什么意思。比如我会选择4个山寨币，在每一个币上面投入100块钱，再选择一个币投入50块钱之类的。比如说不认得啊，或者说戴帽子的狗，他们市值的话都是超过了10亿美元的山寨币啊。虽然没有那种巨大的涨幅潜力，但是他们可能还能涨个5倍、10倍，所以说你有机会把1000块钱变成1万，或者说1万变成10万。尤其是这些大市值的迷因币有足够的流动性，如果你选择那些小市值的迷因币的话，流动性就没有那么大的保证啊。另外的话，买了4个市值在5000万到10亿美元之间的迷因币，那我们还剩下450块钱，应该怎么投资呢？那我们可以投在 AI 的一个币上面啊，在 CoinMarket 上面可以分类，这里也点击一下，这里有 AI，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AI 的币，它的一个市值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也是非常火的。那为什么建议要投到 AI 币上面呢？相对 ChatGPT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啊，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因为 ChatGPT 的问世啊，带动了整个 AI 领域的火爆。因为 AI 的话，应该是目前最热门的趋势之一，讨论也是最多的，在社交媒体上热度也是非常的高。相信应该正在改变一切，不管是在股市或者说加密市场里面，AI 都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所以说现在在 AI 领域有很多不同类别和市值的加密货币。那在这里面中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市值都是非常大的啊，比如这个第一个的 NEAR， 它的市值的话基本上在40多亿美元啊。这里面的话你也有很多选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些大型的 AI 基础设施项目，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NEAR， 它的目前的市值的话都是非常高了。这个就是它官方网站啊，它主要做的就是关于一些 AI 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项目。所以说新项目在这个区块链上面，它一推出就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像 OOKI 这样的 AI 去做应用，相比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啊，他们的价格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你看它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啊，从最刚开始的 0.3 到现在的 0.00056， 从这么高突然飙到这么低。还有我们的 IONET 啊，你可以点击这里看它的全部，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从去年的12月6号
最高点的话是33块多，那现在的大幅度下跌到我们现在的10块8毛7。那这个下跌，如果说你能在更低点的时候切入，高点的话，在高点卖出的话，那还是非常有机会的也可以看它最近1年的，基本上从去年过后都是在下跌的一个状态，每个月的、7天的，在上面的话，甚至11天的波动在上面的话都会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币圈里面最火爆的可能就是 AI 相关的迷因币了，也就是 AI 和我们的迷因币结合起来打造出来的加密货币现在的话，你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投资。在这个领域的话，第一种的话就是投资框架，比如说这个维契尔虚拟协议，它是在贝斯网络上面表现得非常好的市值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都快突破10亿了，8亿多，它的一个市值已经是13亿多了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还有基于 Solana 区块链上面的，比如说 AI16Z AI 代理，其实就是链上实际的 AI 的一个角色其中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应该是 GOT，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项目在陆续的推出，比如说这个 Nebula， 它是 MO 团队推出来的，很多，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 AI 代理项目出来。这些代理的市值呢，通常的话都非常很小，所以说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不过仅仅因为一个 AI 代理在我们的虚拟协议或者说在 NI16Z 上面框架上面推出的话，并不是说它一定会飙升，但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那些基于他们的框架开发出来的产品，我们可以值得关注一下，也是我们将部分的资金投入到其中的原因。当然了，你不需要投资10个或者20个，那你选择4到5个就差不多可以了。全力压注在 AI 加密货币或者说迷因币上面呢，你敢于冒险。你要知道，如果说你只有1000块钱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你有1万或者10万的话，这些想法的话同样也是比较实用的。但是如果说我要投资10万元到加密货币里面来，那我可能会更关注一些大市值的项目，比如说 NEAR 这些大市值的一些项目，也许我会买一个基于 Solana AI 代理框架上面的 AI16Z， 因为它的市值的话已经达到了30多亿美元，相对来说风险呢比较低一些，这也是我们一个考量的因素。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需要明白，如果说你在2022年年底熊市低谷的时候进场的话，几乎可以买到任何的币都会有大幅度上涨的。所以大市值的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或者说以太坊，那你可以随便买。但是目前这个阶段事实就不是这样了，你进来晚了，大家都明白吗？你现在进场是市场上开始上涨的时候，抄底的机会呢基本上没有了。1000块钱其实在整个投资里面不算多，所以说如果说你操作失败，买的币不对，比如说买错了迷因币或者说 AI 币，那你就亏损900块钱，只有100块钱了。你买个比特币一般问题也不大，因为这9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在你这一生也是，或者1000块钱在你这里可能也是闲钱，它是微小的，我们后面是可以挣得到的，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或者工作家庭良心的一个循环开支，对你来说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对不对？这也是我这么说的原因如果说你的投资金额这么小，那我们应该全力压注在 AI 币或者说迷因币上面。那我们投资1000块钱的话，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你把1000块钱变成100万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但是几率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小。如果说你有机会把1000块钱变成5000或者1万，多一点有可能是2万，这就是目前市场周期阶段通过投资的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可能获得的回报
但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最终的话你都必须合理清算离场，因为那1000块钱可能变成1万2万，如果你不卖，等你从1000涨到2万，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投资天才，但是其实你不是啊，因为这个是牛市，享受牛市很有趣，参与牛市的话也非常聪明，因为仅仅是因为这是牛市高点，迟早那2万块钱肯定是回跌回去的，跌到1000甚至更低100，或者是全部跌的没有归零。那现在小伙伴们跟我一起来实操一下啊。首先我们需要注册一个币安的账户，币安的连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啊。币安的注册连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小伙伴们可以打开这个连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点开强哥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简介，那通过强哥视频下方连接，直接就可以跳转到币安的一个注册页面。这里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号、邮箱啊，都可以来进行注册，或者直接用你的一个 Gmail 的邮箱直接进行登录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建议大家可以用邮箱来进行注册。邮箱的话，因为它不会像手机号啊，因为我们邮箱可能会用一辈子，对不对？手机号呢，可能有时候你还会经常犯，因为工作啊其他的原因，可能还会有经常犯的时候。我本期视频将用到 Gmail 的邮箱进行一个演示啊。下面输入我的一个邮箱号，选择这个框里面都选一下创建账户即表示我同意币安的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我们点击下一步。这时候它就会发到我们的一个 Gmail 的邮箱的一个验证码，要打开我们的一个邮箱的验证码，这里就填入我们的验证码282621，密码的话就我们自己按照它下面那个要求创建一个8到128个字符，至少一个数字，至少一个大写字母。创建好密码，我们就下一步啊。如果这里还是英文的话，我们可以向前个点击一下这里，安装一个沉浸式的就可以了啊。这里基本上账户就注册 OK， 欢迎加入，你的账户已创建，并已绑定这个邀请码。因为通过强哥连接，它直接会跟我们的邀请码在一起啊。如果是没有的话，下面它会显示一个是否有邀请人，就会填入邀请码。强哥的邀请码就是 TBNL8-68，而且你会获得20%的一个返佣率，也就是永久的一个20%的交易手续的返佣率。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一次20%，交易2次20%，交易100次了，对不对？这也是为我们省下一笔可观的一个开支啊。那我们填下一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币安账户注册好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币安账户的一个 PC 端的一个页面啊。首先，第一直观的就是要身份认证，第二个才能充值，第三才能交易。因为我们没认证是无法进行充值跟交易加密货币数字的啊。那我们就选择一个身份认证。身份认证的话，居住国家我们是哪个国家就选择哪个国家啊，是韩国选择韩国，中国就选中国，新加坡对吧？对应选择我们证件上的一个正确地址，中国我们就选中国。类型的话，身份证就选身份证，驾照也可以的啊，护照也是可以的。选身份证我们继续。那在这里就是当前设备上传啊，正面一个身份证国徽面上传过后了，就进行了一个实名认证啊。那当然这里它还有一个手机验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扫码，这里扫码进去以后呢，根据它的要求进行一个操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也就是上传了相片过后，它也会让你一个人脸识别，就根据它的要求来，很简单的就是张张嘴呀、眨眨眼啊、摇摇头等之类的啊。因为我之前已经验证过了啊，这里的话我就不再进行验证了啊。小伙伴们直接跟着它后面的步骤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当你的账号注册好以后，下次的话你要在电脑端登录也是可以的，在这右上角这里有个登录，你直接点击一下登录进去就可以了。好，小伙伴们，这个是我们通过手机认证就来到币安的个人网页啊，直接进入到这里面。左边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设置这里面有个 C2C 个人资料，也就是管理你的付款方式，我们就编辑下面大家看得到啊，这里是收款方式，我们要添加一个收款方式，这里有3种啊，一个是银行借记卡，一个是支付宝，一个是微信。银行卡直接添加就可以了，点一下添加方式，帮我名字、银行卡写上，银行卡名证、开户行直接写上就好了啊。支付宝也是一样的，点击一下，那强哥就选择支付宝啊，上传一下我们的支付宝的收款码，这里上传好了就 OK 确认。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扫描一下就好了啊。好，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手机端，看到一个账户安全，我们收款方式添加一个收款方式，再点一下确认就 OK 了啊。这里支付宝、微信、银行卡都可以啊，强哥这里就选择支付宝，输入支付宝的账号，确认就 OK 啊。再2维收款码，再点一下确认就 OK 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是安全验证，身份验证器 APP 的啊。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手机上下个 GBOX， 在谷歌商店里面下载身份验证器，它这个是进行实时动态保护的，1分钟变1次。这个验证 OK 了，我们还有一个邮箱验证啊，输入邮箱的验证码就 OK 了。这时候我们添加的支付宝2维收款码就 OK 了。好，小伙伴们，我们的一个身份验证已经完全设置好了啊，身份验证器这里已经启用已经设置好了，还有一个邮箱啊，账户的一个收款的2维码呀，都设置好了啊。接下来的话，教大家怎么进行入金充值。那我们注册好币安账户过后，来到 PC 端的这个页面，经过我们的一个身份认证过后，就可以进行充值以及加密货币的一个买卖，包括我们要进行一个账户的安全认证，要进行开通一下啊，双重验证 2FI， 也就是经过双重的保护啊，给你的账户，一个是通行密钥啊，生物识别，包括你的指纹啊，都可以在你的设备上开启。身份验证器前面强哥说的，要在谷歌商店里面下载一个身份验证器啊，因为这是一个1分钟变更的动态密码，非常安全的啊。再一个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邮箱、手机号码，包括登录密码，这几种设置过后，确认我们的一个账户安全没有问题，身份认证都通过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入金交易了。那我们点一下这上面币安 logo， 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币安的一个首页啊。如果这个界面你打开的是英文，那一定点击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地球图标，拉到最底部，帮它设置成简体中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中文，它其实就是在最上面了。如果是香港、澳门的朋友呢，可以拉到最底部有繁体中文啊。在这里，小伙伴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啊，都是 OK 没问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实操演示如何向币安账户里面充值资金啊。如果你想用币安来购买加密货币，或者说进行一个交易的话，我们就需要先往这个账户里面充值法币。那我们先来看如何充值我们的法币，比如说欧元、美元、英镑、人民币等等。如何向我们的币安账户里面充值加密货币，我们可以在账户页面的最左上角点个一键买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进来有一个快捷区，有一个自选区，有一个大众区。我们先看快捷区啊，快捷区的话就是非常快捷的，它就30秒就可以给我们下单买入。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输入一下你要买多少钱的一个币。比如说它这里最低的话，这里是选的是人民币啊， CNY， 在这里有一个区间啊，也就是10元到149万2千之间，也就是最小你可以充10元，最大你可以充149万2千。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法币啊，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要充10元，我们就可以收到 1.37 USDT。一般我们充都是充 USDT 啊，因为它是一个稳定币。什么是稳定币？强哥往期视频也有讲啊，还不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强哥的往期视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稳定币 USDT 就相当于1 USDT 等于1美元，它是跟美元挂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得到 1.37 USDT， 它这里预计价格我们下面也可以看到1 USDT 等于 7.28 人民币，跟美元的利率差不多啊。这里有一个解释，这是根据 C2C 专区中的可选广告估算出来的价格。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支付方式，就可以快捷买入 USDT 了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共有3种，第一个就是快捷买币，刚才说了啊，第二个就是自选区，还有一个就是大众区。大众区啊就好理解啊，如果说你的量比较大，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大众交易。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最小订单量，比如说第一家就是20万最低起步，最高是64万9，差不多65万。那第二个更高了，最小的区间都差不多啊，前面4家都是20万，只第二家有102万最大，第3家是146，这个第4个更大了啊，最大的可以充值到8926万。如果你的金额比较高，可以选择，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选中间这个自选区，因为在币安里面的话，交易的话还是要安全谨慎一点，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资金的一个干净安全，不要买到什么黑钱之类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自选区进行一个买币，在自选区进行买币的时候呢，那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商家，对不对？在这里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我们就可以自行的输入，买30，对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自行输入啊。这个币种也是选择我们适合自己的币种。CNN 这里是默认的是，在这里选的是人民币啊。这里支付方式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支付宝啊、银行借记卡呀、微信啊，我们就可以打勾选择所有的支付方式。在这里建议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像漏斗一样的，它会跳出来一个更多筛选条件，也就是说仅限交易广告，我们最好把这个神盾方显示出来。什么叫神盾？也就是说商家后面这里有这个神盾标识的，他已经向币安交押了一定的押金，保证了他不会跑路的一个风险，所以最好把这个神盾方勾选啊。付款时间的话，这里我们就选全部好了，这里所在的国家，对吧，都是可以选的哦。所有的国家我们确认 OK 就可以了。在这里的话，我们选商家最好选成交量高的、成交率高的、有神盾的这3种条件，这样才能更加保证我们的一个交易安全。那像第一家的话，成交量就比较低啊，成交率也还是比较低。第二家的话，它也比成交量比较低啊，才236笔，成交率也98.4。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下，那这一家应该还不错啊，成交了6034笔，成交率都99.9%，而且也是神盾广告方。虽然它的价格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话安全给我们多了保障啊。而且我们还可以点击它进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注册时间，那它的注册时间也是2022年10月，也是快2年多了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就选浙江大掌柜啊，实名付款，冻结包赔，非常不错啊。但是它这里的话，支付方式的话就有点局限性了啊。它这里就是支付宝，我们一定就是说在付款那里，我们一定就是要绑定支付宝才 OK。那我们就选它，点击右边的购买 USDT。那来到这个交易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左边的这个广告方交易的一个条款啊。本店铺使用小荷包收款，如需继续交易请下单。也就是说用币安的实名付款，
非币安实名用户付款，余额不放行，资金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条款要遵守一下，也就是说白了，就是需要你的钱是干净的，不要是什么黑钱，不要是什么违法所得的一个资金，我们平常的一个干干净净的钱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个要求，买家必须实名付款，和平台的名字一样，否则的话，这个商家他也是不放行的啊。也就是说，你的支付宝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在币安的实名认证一模一样。比如强哥在这里演示，就买一个10元的，那他这里就给我们筛选出来了。现在10元最小单位10元的，现在就只有3家。那我们第一家其实也不错的啊，因为在这里面选我们要保证几个条件，第一就是要成交量高的，成交率高的，还有一个神盾保证的，这样我们交易起来才能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点开商家看一下他的一个注册时间，那他的注册时间也是非常 OK 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选第一家吧，他的支付方式都是支付宝啊。我们点右边这个购买，那我们进到这个交易页面，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左边一个广告方的一个条款啊，必须币安本人支付宝的一个实名支付，如果不是就不要下单，一天只能买一次。它这个还比较简单啊，有的它还会加一条，需要我们买家的一个资金安全合法合规，不会是什么来路不明违法获得的黑钱，需要我们的钱是干净的，只要我们符合它条件就可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符合它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你用支付宝的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在币安的实名认证一模一样，这样卖家才会放币给你的。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输入了啊，它最低是10元，最高的200，它这里已经有限额的啊。强哥在这里演示，也就10元就 OK 了，你将收到1.36的 USDT， 我们就选择一个购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订单已经生成，打开支付宝转账10块，我们就这里有支付宝账号，我们在这里一定是先支付宝付款完成过后，结构图发到这里，我们才点击这里啊，否则商家是不会发币的。我们先去打开支付宝付款啊，那我这里支付宝付款，它立马就给我们秒付币过来了啊，购买成功，这里我都没有截图发给商家，他就立马收到款就放币了。这个商家呢还是非常 nice 的啊。一般我们买币过后都会截图下来转到这个聊天窗口，商家才会放币给我们。如果我们要查看我们购买订单的话，也可以点击这上面账户，这里有订单，点开最左边我们在下面有个 C2C 订单，点击一下全部订单，点击一下，那我们买入 USDT 2025年2月15号8点48，价格7.32买的，法币获得1.36 USDT， 广告方也就是商家，包括我们还可以下载收据，这里都会显示我们刚才购买的一个记录啊。把我们的眼睛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总资金一共有多少钱了啊，都会显示到这里面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怎么进行购买一个USDT， 那还有个怎么买比特币的方式，那就更简单了啊。比如说这里点个一键购买，我们这里的话就要换成比特币了啊。这里有预计价格1比特币约等于713851，你想买多少个比特币，想买多少钱的，比如说你想买2000的，我们就可以得到0.0028个比特币，你就要付2000。比如说你要买70，你就可以只得到0.00000098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反正这里选择支付的方式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支付宝啊、微信都是没有问题啊。选好以后，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确认购买就可以了。这种方式买比特币的话是最简单的啊。好，小伙伴们，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交易啊，还是回到我们币安的 PC 端页面啊。那币安的加密货币的话，提供了2种交易模式啊，它们各有千秋。第一种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简易模式，简洁直观，是比较合适初学者的。
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个买卖需求。还有一种专业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话就更加过于复杂但功能也就更强大。通过这种专业模式呢，你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市场的趋势，来运用多种交易的策略。看完接下来的内容，那你就能够理解如何使用这2种方式进行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交易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的交易，这下面有一个散对与大众交易，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面提供了3种方式一个是散对，一个是定投，一个是限价。那这里的话跟大家科普一个功能如果你是新手，对这些专业术语不是很理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运用一些 AI 技术来帮你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截图下来，复制粘贴到我们的 ChatGPT。ChatGPT 的话，它是一款 AI 软件非常强大。我们就需要给它一个提示词，比如说在币安网站里面，请帮我解释一下以上图片的内容。那我们就直接发送给他。因为我用的一个 ChatGPT 是一个付费的版本，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识图能力这个识图功能的话也非常强大。那你可以看到它帮我们也解释的非常清楚那如果说你用的 ChatGPT 是免费版的，它是没有这个识别图片的功能，小伙伴们可能就要去升级一下你的 ChatGPT 一个付费版。ChatGPT 的升级的链接我也放在视频的下方简介里面，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点击直接升级就可以了这里面的话 ChatGPT 他们几秒钟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它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小伙伴们可以下来学习一下。那我们回到币安这里，我在这里的话我用更加通俗的方式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像闪兑，就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你喜欢的东西马上就去下单，不讨价还价，这就是最快速的一个交易方式立刻按照市场的一个价格成交。比如说我们闪兑，我们要闪兑一个 BNB 兑换成 USDT， 我们就可以得到 655.392 个 USDT， 也就相当于1 USDT 泰达币等于655美元。比如我们还可以点开这个预览结果，闪兑的1 BNB 等于656 USDT， 兑换率1 USDT 等于 0.001524 个 BNB。 支付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账户，你要兑换的话就是从现货账户加资金账户的里面扣取，手续费是不足的那我这里是余额不足，它已经写了请充值所以闪兑是最快速的在这个里面我们想要什么币，比如说我们要把 BTC 兑换成 USDT， 比如我们举个例，要兑换一个比特币，我们可以兑换到96961颗 USDT， 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非常好理解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定投。定投的话，就像你每个月拿出一个固定的一部分钱来买这个数字货币。比如说我想从 USDT 买的币种的话是 HEI， 我们也可以选择添加我们想买的，比如说特朗普币，我们添加进去就好了。我们定投多少，这里有时间，每个小时每8个小时都可以，时间可以固定的，每天每月对吧，每月哪一天开始投，每月的1号5号，时间从12点还是1点对吧，我们自己选，从晚间12点我们想投入多少，投入每个月投入50 USDT， 频率每月5号12点东八区了按照你的要求，他列了一个确认计划，预计首购时间2025年3月5号，也就是说我们从下个月3月5号开始，每期定投的金额50 USDT， 购买代币 HEI 这个币 50%， 刚才因为我们添加了一个特朗普币 50%， 每月的5号，支付方式现货钱包、资金钱包，交易手续费是0。你打算将已购买的资产存在
何处我们有现货账户，对吧？定投的资产放在现货里面，还是放在理财？放在理财里面，它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活期利率啊。倒是我们有闲钱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可以点一个确认，你同意，这里勾选，这里再确认。好，下面它就会给我们的一个创建成功了啊。那我们就可以查看计划，定投计划，2025年3月5号开始，每月5号卖出 USDT， 也就是用我们的 USDT 去买特朗普币，数量是50 USDT。当然我们不想要也可以点击暂停或者取消。你确定要取消吗？那我们确定，那我们这里已经显示已取消，这里面定投计划里面已经没有了啊。这就是一个定投，也就是按你的闲钱来制定一个定投计划，你要买什么币，我们可以这里添加什么币就 OK 了，或者输入瑞波币 XRP， 那我们添加就 OK 了。因为这个定投的话，它是获取一个平均的收益，这是定期自动投资的一种方式，适合这种长期投资的啊。它不管你的价格高低，到了时间就会给你买入你想要的投资的加密货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限价啊，限价的话就好理解了。你想买东西，但是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71这个价格太高了，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价格，等待价格降到你设定的一个水平，再进行一个购买。相反的，如果你要卖出，那你就设的比这个更高，对吧？等到这个价格达到你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 USDT 买这个特朗普币5个，现在的价格是 18.95， 我觉得它太高了，我就帮它设定到15 USDT， 那我们买入的总价就是75 USDT， 比我们市场价格刚才是 18.9，那就便宜很多。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卖这个特朗普币，市价是 18.88， 我要限价成30，卖多少个？卖5个，那我们就可以得到150 USDT 啊，我们就可以下单。那它就会让你确认，从5个特朗普币卖150 USDT， 有效期30天，现价1颗特朗普币等于30 USDT， 支付方式也是现货加钱包啊，交易手续费0，那我们就可以确认。那我这里账户是余额不足啊，请充值。这就是一个限价啊。这3种的话非常简单啊，通过这种交易方式的话比较简单的，我相信小伙伴们都是一看就会了啊。那接下来我教一下大家怎么通过一个专业的模式啊来进行一个比特币的交易。那我们还是点击这个交易，点击这个现货交易。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来熟悉一下这个界面。如果说你是新手，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界面的话，是不是会感觉到有点复杂？那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学习一下啊。我们可以从左上角这里开始，比如说这个是 ETH-BRL， 也就是这个是一个交易对，以太坊这里显示的就是当前我们正在交易的一个交易对，这个呢就叫交易对。那在这个右边的话，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交易对。那如果你对这个概念不是很理解，我们也可以来到 ChatGPT 问他一下。比如说我们给他指令，在币安里面交易对是什么意思，输出，他会马上分分秒秒给我们给出答案。这些就是比较理论的东西啊，大家可以通过 AI 来好好的学习一下。那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啊，在币安等加密货币交易所里面，交易对是指是可以相互兑换或者交易的2种资产之间所组成的配对，常见形式比特币对 USDT 或以太坊对 BUSDT。 比如说前面通常是你要买卖的加密货币，也就是比如说这个 BTC 比特币是你要买或者卖，后面的通常是指定价或结算用的资产，如 USDT、BUSD 等稳定币。也就是说这一个比特币是97,600，那我们就相对来定价
结算是用这个 USDT 去结算的，也就是说，通过交易对儿，你可以在这两种资产之间自由的进行买卖。比如在比特币对 USDT 交易对儿中，你可以使用 USDT 买入或卖出比特币，也可以用比特币换回 USDT。交易对儿的价格则代表了这两种资产之间的兑换比率。现在回到我们这个交易页面啊，小伙伴们对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特朗普币现在这个行情价是 18.72， 我们是用 USD 来定价，我们可以进行自由买卖，也就是 18.72， 也就相当于美元。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特朗普币是 18.7 行情价，这个是交易的盘口，上面红色部分是这么多卖家是按这不同的价格现价挂在这个盘口上面，表示有这么多卖出的特朗普币。下面这些呢，是有这么多买家挂单在这个盘口上面，是以最低推至最高的相依挂的这些价格买入特朗普的一个货币啊。比如说我这里举个简单的例，现在它这个行情价我觉得高了，我要买入，这价格我们可以改的 18.8 18.74， 我觉得它高了，我可以想15买，数量的话我们可以自行定义，对吧？我可以买100个，当然我们是按我们的你的钱包或者你的现货钱包跟资金钱包里面的一个总额，我们只能买到 0.20个啊。我们这是一个现价买入，我们就可以挂单，你直接按买入就 OK。因为我们这里币是不足的啊，是没办法买的。因为这样你按照我们这个可用的资金，你可以把它拉到最大，只能得到 0.26的，你就可以直接买入下单 OK 了。那这里下面是不是看到我们已经有下的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小的哦，在这个盘口上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我们的量大，这个价格标的更大，会显示在这里的。这就是一个现价的一个购买加密货币啊。当然我们不需要的话就可以撤销，在这里点击倒三角全部确定取消全部订单吗？确认。那我们下的现价订单就撤销掉了啊。同样我们市价也是一样的啊。市价的话，我们的价格只能是按盘口的行情价，价格这里是没办法更改的啊。不管你是卖还是买，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灰色的，都不会让动的。这里只是说你可以买多少的一个 USDT 的，就是你拿多少钱来买，也就是说你买多少钱的这个数量可以根据你的持仓量可大可小。假如你有10万，那我们10万的，对吧？20%、25%、10%，就是你的总资产的拿多少来买，我们就直接可以下单买入就 OK 了。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挂单在这里，它就会立即以市场最低价格，它会是从最下面 18.66 这个地方给我们立即买进。如果说你买的比较大，对吧？我们这里是 18.66， 现在乘以 1.65K， 如果你要买 2K， 它的不够，那它就会由低按高，它就会按 18.67 或者68，按照你购买的数量这样持单买进。这就是一个市价买入的一个比特币交易一个流程啊。那刚才小伙伴们看右边这里有没有注意到这后面还有什么 5x 对吧，10x， 这个表示一个杠杆的一个倍数啊。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特朗普币后面是5倍，这个表示你在进行一个杠杆的交易的时候可以介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倍数。你可以理解你在交易的时候向这个币安平台啊借钱，因为我们的本金不够。比如像强哥刚才下单的时候，可用资金只有3年多。那如果小伙伴们还不知道怎么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回到这个ChatGPT，可以问他一下，在币安交易所可以按 x 10x 在币安交易所里面交易对后面显示的 10x 是什么意思？新人可以在币安平台，那我们就发给他啊。
在这里马上 ChatGPT 给我们解释了，在币安的交易里面，如果在某个交易对后面看到 5x、10x 等字样，通常是表示该交易对支持杠杆倍数，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交易对里面通过保证金活跃的交易方式来使用杠杆来放大你的仓位。例如 5x 表示最多可以使用5倍杠杆， 10x 表示最多使用10倍杠杆。这里的杠杆就是能让你用更少的保证金耗动更大的仓位，从而在行情对你有利的时候获得更高的收益。但需要注意的是，杠杆同样会放大亏损的风险。如果行情朝着你预期的相反方向发展，你的亏损也会迅速放大，存在被强制平仓爆仓的可能。不同交易对可用的杠杆倍数各有不同，具体的额度也与个人账户等级、风控设置等因素相关。因此，当你看到交易对加杠杆倍数，就意味着可以使用相对应的倍数的保证金活跃交易策略。我们一定要称重啊，这就是非常很理解的。它就是用我们很少的一部分资金，比如说100，你只有本金100，你开5倍杠杆的话，你可以向平台借400。如果说你的预期这个币特朗普币，对吧，涨10%，原来我们本金100的去买入，那我们只能赚10U，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开了杠杆倍数5倍，那就是50%，对不对？那就相当于按照我们的一个预期涨幅10%的话，那50%我们就是不是赚50U？相反的，如果说没有按照我们10%涨跌，向相反的方向下跌10%或者4%，那除掉本金100U的时候，杠杆倍数越高，我们收益越高。相反的，没有按我们4%上涨，往相反方向下跌10%或者更多，那就是可能爆仓爆掉，连我们的本金一起爆掉。5倍是这样，那使用10倍杠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你有100，对吧？你就可以跟平台借900的一个 USDT， 最终你是用1000的 USDT 来进行一个交易。使用这个杠杆交易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放大你的收益。那如果市场按照你的预期发展的话，利用杠杆你可以赚得更多的一个钱啊。那同样的话是有风险的，杠杆交易它会放大你的损失。如果市场朝着你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你亏损的也会放大。那刚才我们演示的是一个现价跟市价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流程啊，那我们卖出也是一样。比如现在的市价是97454，那我们要限成10万，我们想10万卖出去，卖的比特币1个，因为我们可用的币是不够的啊，所以这里没办法，因为我们持仓的金额不够，那你的持仓不足是没办法按我们设置的一个去挂单，那只能按照最大卖出，下单总金额需要大于5USDT， 因为我们实际可用的只有4.63啊，还刚好差一点点，所以这是没办法挂单的，就是按这种方式咯，按我们的持仓的一个总数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特币，你是可以挂多少？一个比特币就是差不多70万，那我们可以按10万的去卖，你是按你这个持仓的10%、15%、20%、30%都可以啊，这样去挂单卖出就好了。这下面它的单子就马上会给我们显示在下面啊。现价的话就按我们自己制定的价格，10万、12万都可以啊。卖的数量按我们的持仓数量设置就好了。持仓的10%卖出还是50%卖出还是卖出，全部卖出就直接拉到底，直接点一个卖出比特币，它就会给我们下单在这下面了啊，就跟刚才我们挂的那个一样的。如果不想要的话，你就点这个倒三角撤销就好了，或者你平仓平一部分也可以。这就是一个现价的，那市价一样的啊，我们就点一个市价，价格你是没办法调的，它就是按97397来给你卖，只是数量的话按我们的持仓数量，你是卖0.5个，对吧？还是卖多少个？还是按我们持仓数量的10%、25%、50%这样一个数量去按市价直接卖出，它不会让你确认订单，它会立即按这个市场价卖出你这个持仓的
百分比，你按50%，比如我现在这里是4.5，它就会给你卖出一半2.25卖出掉，立马按这个市场价格给你卖出掉。这就是一个现货按现价跟市价的一个加密货币数字交易简单的一个流程啊。那这里有一个永续活跃交易页面啊，大家看看跟现货的差不多啊。永续活跃刚才说的可以杠杆交易，左上面也是一样的交易对儿。如果大家想跟放的话，这里输入这里查询，直接输入你想购买的币就可以了，比如 ARC、USDT， 我们就直接跟放就 OK 了。这个也是一样的，中间是 K 线图，这里是盘口，这是卖家，你这个价格挂在这里，想要卖出的价格，这中间是卖出的数量，这是合计啊。这是盘口的行情价，这是买家以这些价格想买进的一些数量，这是下面是最新成交价格。这里的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开单的，比如我们是全仓，在全仓的话说，在你的币安账户里面所有的资金，这个就是调整杠杆。你是想向平台3倍，你就拉到3就好了，这里就变成 3x 了；5倍你就拉到5倍，这个应该都能理解了啊。刚才已经说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有100的 USDT， 你拉到500，拉到 5x， 那你就向平台借了400 USDT。如果是你买这个 ARC 这个币，现在是行情价0.247的一个价格，你觉得它今天会上涨10%，那你按5倍的杠杆去开。如果你100的本金的话，你10%你只能赚10 USDT。那如果你是向平台借了400，我们有500的本金，那就撬动了它的一个收银倍数，那你就是50%，你就可以收银50 USDT 了。当然我们的收银增加，相反的，如果是说现在这个行情价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上涨10%，相反的往下跌了，那我们相当于亏损的也会越多。如果是下跌到你的预期10%，有可能就给你爆仓爆掉，包括我们的本金。而且这里都有提示，选择超过10倍的杠杆交易会增加强行平仓风险，请注意相关风险，对吧？更多信息请参考这里。我们如果不知道，可以点开这里来学习币安活跃强平协定，币安使用标记价格来避免不必要的强平并打击市场操纵。这里面的话，小伙伴们可以自行来，不知道的话可以自行来学习啊。我就在这里不再做过多的详细介绍一个杠杆的一个知识点啊，因为新东西就跟我们开局说的，只有我们自己进来学习，边学习边实操，才能增加我们的一些经验，才知道怎么去操作。光是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亲手去操作。一个新生的事物必须经过自己深刻的学习、深刻的实操，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脑子里面的一部分的东西。所以这个就靠小伙伴们自己来学习啊，包括保证金跟杠杆之间的一个层级持仓0到5万，最高杠杆125，维持保证金0.4%，上仓位置这些都是有的啊。这是杠杆与保证金交易规则，这些都有啊。这里面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啊，包括活跃的每一种比特币的、以太坊的、BCH 的、XRP 瑞波币的、USU 的最小下单0.001比特币，最小下单价格556.8，最小被动价0.1，价格精度0.01，现价订单价格上限下限比例，市价单、现价单都会有啊。最大挂单数量，价差保护阀值5%。像这个不知道的都可以去ChatGPT问一下啊。强平清算费1.25%，最小名义价值100 USDT。这新东西我们靠自己进来学啊，所以你调到哪个倍数，倍数越高风险越大啊。虽然它的收益越高，但是你的爆仓的几率也越大。这里同样的现价啊，如果我们要开5倍的话，就直接跳到5，确认，那它这里就变成5了。现价
0.24，如果是我们要开多的话，觉得它高了，那我可以跟它调到0.20，数量我们实际的可开361，对吧？我们可以帮它拉到最大。止损止盈，如果我们是看多的话，肯定就希望价格往上涨，也就是最低的价格买进，最高的价格卖出。我们开空的话，也就是最高的价格买进，最低的价格卖出，应该很好懂啊。比如说现在是0.248，我们想开空，我们可以限价到了0.5，我们才买进，数量我们买多少？买我们持币的，我们开的是0.5，是开空，对吧？现在市价是0.2，我想让它跌在0.18，它会就自动给我们卖出了啊，止盈了。止损的话，盈0.18我们全部卖掉，止损的话0.25，我们想让它在0.2，就给我们止损掉，我们就可以开空啊。我们开了这么多，强平价格要2.5，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安全啊。因为这里我就不实际开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开杠杆倍数的话，这是开空开多一样的啊。开多的话，我们肯定就是希望它这个价格比行情价低。现在是0.25，那我想0.15开，对不对？数量我只开，我们持仓在20%，因为我们杠杆已经有5倍了。因为我们是想0.15开，我们是开多肯定是想止盈，我们可以不设置啊，因为它这个上限我们都是可以获利的。当然你不想盯盘，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现在0.25、0.3，我们想止盈掉，价格涨到0.3，它的你买的这币的总数量，它就会给你全部卖掉。我们止损的话，因为我们是开多，下跌的越多，你的仓位爆仓的数量就越容易掉。现在0.25，对吧？我们止损想在0.23，我们就是要让它止损了。这就是一个5倍开多的一个 ARCU 的一个加密货币简单流程啊。市价也是一样的啊，市价就反正按照这个市价，价格的话就没办法去更改了，就不是想让我们调了，就只能市价的话我们想买多少用多少钱去买了，买多少了，我们持仓在50%还是全部，对吧？止盈止损都可以设置啊。你是开多的话，看涨；开空的话就是看跌。止盈止损的话，我们自己去想多，比如我们100%止损，市价买入，现在我们希望它涨到多少？止盈涨到0.28，对吧？止损下跌到0.23，就给我们自动平仓掉。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现货跟合约的一个交易流程啊。OK，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啊，怎么样的投资。如果说你有1000块钱，我们怎样投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投资加密货币风险非常大啊。本期内容呢，仅为个人观点，还有信息的总结啊。加密货币属于高风险的投资领域，请理性的判断，谨慎重选择。如果说你在中国大陆想进行比特币的交易，我推荐币安啊，它的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币安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啊。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点个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谢谢观看，拜拜。